各位家排球的观众，大家午安！在礼拜天的下午，10月27号，那7月20年的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我们在台中要继续在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体育馆。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场比赛是表定时间下午1点钟，屏东台电跟桃园台湾产险的交手。那对屏东台电来讲，最近这个20年一开局是一个3连胜的一个霸气啊。那台湾产险的状况其实还在提升当中。现在邀请到是大专体育总会的这个于清芳于秘书长，也是可以说在排球，不管是从这个选手阶段到整个这个行政人员阶段，都是持续在这个永信杯激战的这个排球达人。那今天跟我们一起来看转播。那这个秘书长好，是这个志平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午安。其实，在今年的状况到目前看起来，哇，这整个台电算是补的最嚼的哦。是。那从前面3场球来讲，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主攻手补了一个祥明，那中间手有了一个小臂，好像就对大家来讲，都负担减轻了许多，而且更平均，好像这个战力的提升就等于是整个面的一个提升。是，其实应该这么讲了哈，其实应该是说在以台电来讲的话呢，我认为说它是变动最小的一个队伍。应该这么说，当然有补强进来了以后呢，它是战力的提升了哈。那对于他原本的一个实力来讲的话呢，甚至于说我们说他的一个这个主攻手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包括了这个许文成啦、詹敏汉等等的这个选手在这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他有一定的水准。是。好，那其实，在快攻的一个部分来讲，我们知道就长期有这个宜辉嘛跟曾富2位这个选手，还有这个韶杰在里面。那这样的补强的这个小臂来讲的话，当然战力也会提升。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在屏东台电来讲的话，今年的战力，我认为说它的一个实力是提升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了，我们看到其他的各队来讲的话呢，其实都有一些在人员上面的一个调整，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变动是稍微比较大一点。尤其连庄少了一个灵魂性的一个举球员，当然对整个调度来讲的话，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当然补上的庄哲玉来讲的话呢，其实他有他的一个这个长处。那其他的剩下就是大学生的一个队伍，那当然就是变化的更大。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4个大学生来讲的话，大概了哈，就是说云林美金龙来讲的话，维持还那个是稳定。那其他的一个可以看到，在康体也好啦，或者是在这个台产也好，还有一个还未上场的3大有限，那其实他们的一个状况都还要再去做一个磨合跟调整，因为毕竟有一些新生进来的一个状况。今天要面对的桃园台湾产险，今天补进来了几个，包含这个杨义平啦、林廷伟啦、那高宇浩啦，还有艾米啦，还有那潘一荣是备选。那基本上目前来讲，就是说这些大一的艾米，当然昨天的这个比赛面对连庄这膝盖有点不太舒服。那赛前他一直跟教练团表达说，我想一下。可是重点是，郑教练也真的说不要啦，你那样卖担心啦，因为你今天如果更想要表现，对方更高更有经验，你万一一个不小心，哇，那个如果膝盖又怎么的话。哇，那可能就不是1天2天的问题，对不对？当然了，我们看选手只要有伤的话，是这个球团里面最大的一个损失了。那当然，有一些伤可以好好的把它养好了以后再下场的话呢，那是最好的哈。那不过我们看到，艾尼他整个去年的时候呢，他还是大学生在中联的一个这个联赛来出赛嘛哈。那今年就进入到了这个企业联赛的一个这个殿堂里面呢，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在第2场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膝盖还有他脚踝的一个伤害哦，那我们也期待的是说他不要有太大的伤害了。不过我倒是觉得说他的整体的一个整个我们说骨架结构各方面的条件相当的不错，那应该是在整个包含肌力技术相对的一个部分来讲，都要去注重这个部分的一个这个加强哦，要不然的话以他的一个体重，我蛮担心他的膝盖的或者是脚踝的伤呢会比较常发生这个问题。刚刚这个秘书长讲到一个重点，因为他的上半身算起来是蛮快的，可是他是焦咖所以说真的在那种如果说强度不高，问题不大，可是强度高，左右不断快速的移动，在撑在跳，不断连续的时候，那个膝盖可能就真的会有一点比较重的负荷啊。对，因为他又是负责中间手的一个工作，中间手的一个工作来讲的话，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哈，你的弹跳，你的跳跃几乎是每一次都要跳，不管是原地或者是在移位，他都是要去做组合的一个弹跳。那这个的部分的跳跃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荷哈。那当然了，他的一个伤来讲的话呢，当然在
这个气联一开赛的时候，我觉得他可以好好的稍微再休息一下了，因为毕竟是开赛的第2场，今天是第3场的一个球赛嘛。那如果说调整好了，说不定在下一个这个场次就可以来上场哈，也不用急于一时了。对，好，2位的4线员林奇祥，那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整个我们刚刚提到哦。在桃园台湾除了刚刚讲爱你之外，还有另外就是西米。西米也是开季的时候好不容易休了一个赛季啊，慢慢身体膝盖回来了。可是呢，在整个脚踝的部分，哇，又消刮 key 不掉。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西米的刚好跟爱你又是相反的哈，因为西米个子矮。个子矮的时候呢，我们的弹跳，它每一次弹跳，它就是要用更多的一个力气，所以你跳起来，西米大家都知道它弹跳性很好，但是落地下来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好的调节。那所以说，你看它从高度再落下来，这种重力加速度也是会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运动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就是不断的会出现一些意外了。当然，就是说自己在各个的一个环节里面呢，要把它加强好了。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其实可以看到。西米这2年来讲的话呢，他伤不断的一个发生，就是动不动就是有这个伤那个伤的，尤其是在脚伤的一个区块，那他应该是好好的去帮他做一个调整了哈。结果回过来就像我们台电队我们这个有一个选手叫庄少杰，其实庄少杰呢，他差不多我认为他应该在近5年来，近5年对，他都是登陆在这里面的，几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少下场，就是。登陆进去了以后呢，但是他一开始比赛没多久他就受伤了，所以这伤一直都好不了，所以这个是他目前他最大的问题。当然，他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调节完了以后呢，大概在整个伤的一个区块也已经好到某一个程度了哈。那当然，他这个伤调节好了以后，就能够为球队有更多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付出了哈。所以有一些就变成这样了。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您刚提到这个少杰，我这2年我选过，刚好扣人过起来，可是讲在这2年慢慢，还真的很努力的在恢复。好，我们先看一下先发名单了。举球黄宇辰，那举队呢是詹敏汉，那在主攻手的部分呢，包含是主要的是18号的许文成，还有是14号的曾祥明。那中间手呢庄少杰，再加上19号的林怡慧，那李嘉轩、李伟轩2位自由，这是在屏东台电的部分。那基本上你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其实刚刚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啊，就是养伤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完整的养哦，这是一个比较应该要有的概念跟要能够坚持的。所以说，真的也只能够忍痛，你就是要把伤养好再说，对不对？对，没错。当然养伤是一部分了，复健也是更重要哈。放短，哇，这个球还是落地了哦。林谦搭配的举队是林锦龙，那主要的这个攻击手啊，那当然还是要看看他们的这个年轻的啊。那当然今天把这个张安成摆在这个先发，那重点还是要看看张安成之外，施宇翔也是先发。那对角的方案是，哇，这接球又是接的不是那么的顺哦，有点危险。哦，这球界内，刘玉玲今天要能够站得出来哦。这是一个界外球哦，不过界外，对他整个的一个这个我们说积极性啊，林锦龙其实刚刚那个球应该是更快一点，因为这个球很明显的，已经要到对区去了，所以在机动性要高一点。打长线，这个球磅数不够。好，这球顶起来有，救起来再来，哇！概念上，刘玉玲这个球放软，让球弹回来是对的。可是重点是，嘎丢嘎滴。对，不过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志平兄的提到的，我这个球打出去的时候呢，我要打他手上，我就是准备要下来做下一个后补。但是自己的一个整个落地下来了以后，没有做足这样的一个准备啊。好，这球是屏东台电的触网。要来挑战。好，现在屏东台电要挑战这个触网的判决。讲实在话，这个前面才打了3比1，可是就觉得有点乱了。台中连续2周啊都是连庄的主场啊，那这2天都会先是2场的男生，再1场的女生。哇，昨天真的是我在这个离开球场的时候，在遥远的地方看着电视，默默为
默默为这个秘书长献上最高的敬意。哇，咱们一拍丢怕规定就被杀掉剑啊！是我赚到了，赚到精彩的球赛，真的。看到毅力营造啊，这真的打得对。不过今天还有一次啊，再看他们来挑战一下台北青华。哦，那场球打得真的是精彩啊，相当的精彩。然后在比赛的第1局，那马上就看到了这个挑战的一个机会啊。那看看这个球到底有没有触到网。屏东台电的挑战，来看一下这个回放的动作。没有。哇，这真的是很细的一个观察，很细的观察。这一上来就是挑战成功。好，公正球。台面唔丢，台面唔丢啊！刘玉玲早就进去了啊，所以这边有点真的要掉稿的感觉了啊！哇，整个人都已经掉下来了，完全没有高度了。好，这几球配的不是很顺，现在赶紧喊了一个暂停，要再调整一下啊。刚刚这个青芳讲到一个重点，因为大学球队比较麻烦，就是因为你大一的新生进来，那有些人毕业，所以说你光是要把这个阵容慢慢再调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默契啊，跟一个流畅度哦，这就是一个学问啊。对，所以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当然呢如果说你的用的大一的新生多，当然你要去调整的磨合的就更多了哈。直接掉，好，这个球林锦龙有那么一点居高临下，直接压到对方的场区，这分拿到，1比4。哦，这个发球不错。哇，打球位，打球位没有。这就直接是一个出界，看看这个发球能不能继续给对手压力。哇，可惜啊！我刚刚赛前还特地跟玉林聊一下，我说卡派，太斯文了是吧？对，太斯文。就是说打球真的就是要一股霸气，对不对？5比2。哇，还是一样，就是现在就是一个搭配上的问题啊。这个球还是一样，又有一点点人在最后已经要往下掉的时候出手。张安成，其实有经验的这个篮网者可以看到，你第一时间没有出手的就很清楚知道，说你球一直往左侧来溜，那你最多你也只能够打左侧而已。是，所以没办法转的啦。对。又是没接好，就是这个球只能够打勉强的4号位的修正，而且又几乎是一个原地起跳啊。如果像台产这样打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这应该整个的一个比数会很悬殊啊，因为打不过去，他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可以看到攻击手在处理球上面呢，目前呢，并没有去做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处理方式啊。第二波，哇，又欧吧，哇呀！这里有那么一点屋漏偏逢连夜雨哦，这很多动作的细腻度啊，现在都有一些小小的闪失啊。哇，这球又接过头了，直接变成一个大包。其实这个林怡辉算是很客气哦，直接点过去而已。要不然这个应该是 K 这个1米左右的。8比2。
好，林锦龙这个球突破，这感觉上还有点杀气哦。这个球，我们以前一直在看，就如果都有平均的高度啊，这个桃园台湾产险也完全不输啊。那现在就是在打法上怎么样去把那个团队跟那个霸气给打出来、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关键的出手的手法很重要了哈。你不是打这种很顺的球，因为你要看拦网的一个状态来做一个调整。哇，这个球真的就有那个尖度了啊！哎呦，你看到稍微留一下下，林奕辉这球就往左边压长线，相当的顺。9-3。再来，好，最起码这几个球林锦龙那个高度有出来啊。今天看起来这个2号位的一个状况还不错哦，打一个大斜线，虽然说磅数不是很重，可是角度蛮刁钻的。4-9。好球！哇，林谦这球单扣啊，曾祥明还是想要转直线。是。再一个。哇，这2个基本上也不能太扣谁哈，真的是啊，你只是打这种单边的话，这还是被人高手长的桃园台湾产险给扣西西，连续2分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刚提到了，就是说你打得太顺了。用抓的又被崩回来，再来出界，再1分。哇，原本的这个落后，现在突如其来的几次的拦网追上来了，7-9。我们刚刚讲了，这台产也真的是够高的，好不好？对呀。林锦龙继续发。我们刚刚还提到了说，如果像那样打的话，分数就会落差太大了。哎，他有听到，他有听到你给他们很中肯的一个提醒。不过真的了哈，真的就是说场上的你要去注意到每一个环节。那当然台电来讲的话，哎，看分数领先那么多，打起来都打得太顺了啊，自己也要调整一下。有前排的快攻掩护，这个球刘玉玲，哇，这个后排的老三。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比赛过程里面呢，像台电对上了台产，它是一个学生球队，学生球队的时候，它的起伏很大。那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状况非常好，再加上运气好，所以你不能够去轻忽大意。哇，这个球是球网真的是帮了大忙啊！哪个尬鬼？哇，这个球直接落地了哈！你看这个爬坡力够，真的。转速够，真的3档直上阳明山的概念。哇，这个球吹过头。不过这个打球架就是要有那种消魁哦，就是要把那个风度给打起来，对不对？所以我刚刚提了这个台产，你不让他打风上来了，那打上来以后他顺手了以后呢，哎，怎么打就怎么顺。真的。哎呀，廖玉玲，对，这就是我赛前跟他讲的，要有那个霸气，对不对？哇，这2个球打的就真的像是一个这个大门神般的这个硬扣啊，好球！其实这个整个可以看到他一个快攻的一个掩护，然后再加上那个这个所谓林谦的一个调度啊，其实这个走得蛮流畅的，只差1分哦。又来了！真的是怎么拦怎么有啊！又是一个单扣啊！真的这几颗拦网啊，每一个选手都有佳作。哇，这个球单扣扣得漂亮，张安成啊！哇，这才是我们想要看的，对不对？就打到那每个球喷到老远的并棒球哦。
要不然观众怎么会愿意来现场看球？看电视就好啦。哦，是。哎，不过讲实话，真的，我想好像我们想太多了。人家台产只是还没有开始开机模式而已。12比11。哎，有touch到吗？没有。啊，其实这个球其实主动权也真的是在刘玉玲的手上啊，可是还是一样啊，就是要减少失误了啊。好不容易这个气才刚上来。其实这个的一个打法的战术呢，跟前面的那一个打法是一样的哈，只是这个球自己没有控制好。有哇有哦，他本来就有很好的弹跳，当然手腕也不错，就是那个信心度啊，跟讲的真的就是那个霸气。对。当然这几个球也做的比较尖哦，让他有这个空间，高度可以来，高度够，对。因为攻击手他需要一个打点，有的时候速度快来讲的话是要避开对方的拦网，但是有的时候你要让选手去发挥他的一个专长，你的高度要够。你像刚刚那个球高度是够的，他打这个黄宇辰的这个直线的，所以他有他的效果。是。哇，这就给谁不清楚。还有，再来可以，再来。哇，这球撇得有点慢，撇得不够快。这球基本上不够长啊，不够长的时候呢，你人扑了进来了以后，你又想要转直线，刚好是两个人的拦网。是。不过台产他倒是可以说，像玉林在这一个轮转的时候，球可以拉长了哈，拉长一点。那包括像林锦龙上来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林锦龙的时候球也要长一点点，因为在整个的一个拦网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直线的部分可以多运用。撇掉，好球！张安成也是有192公分啊。那虽然说没有艾米啊，不过如果就艾米的角色，现在还是主要比较是在拦网，攻击的部分还是他们这几个年轻的配的比较顺一点啊。其实艾尼上来的时候，其实就像昨天一样，昨天连庄他几乎不大甩艾尼的一个进攻，他不去顾他的。哦，这个球当然态度上没错，曾祥明这个球该打，可是当然这个球没有包好啊，打太长哦，平手了。其实曾祥明呢，他以前是打快的，他就一直想要来企图转换成这个主攻手的一个位置啊。不过我倒认为说他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并不是转得非常好了哈，因为他的稳定度各方面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哇，怎么拦怎么有哎，再拦1分，大队啊，可惜。今天台产在拦网上面呢，哇，表现得不错。哇，这个球要来考验一下这个鹰眼系统的这个准确度啊！哇，这个球是直上直下。好，现在屏东台电再次挑战。所以说我们真的以后转播，前面5分钟话不能讲太多。哦，那个风险太高了，是的。哎，不过其实讲到，我想观众会想要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强调，就是你要把那个自己的那个亢奋程度给提高，把那个热度给打出来，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啊，其实这类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选手在一开赛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说，哎，好像就慢慢的来，慢慢来。其实不是，一上去的时候你就马上要去做出一个能够去决定性的，让对方去惧畏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简单讲了，那个我们在以前像前几季的那个 slogan 有火力全开，那个逻辑就很简单，一上来就是满格了，没有那个什么2格3格慢慢调的，不会让逮鸡了。对。那现场的观众在今天一样有3场精彩的球赛可以来欣赏，连续2周啊也都会在台中。那接下来要往苗栗走啊，苗栗今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发的一个场地啊，也期待苗栗的观众。哇，界内了，没问题了啊，这个球。抠死啊，好细。哇，现在是桃园台产领先哦，15比14哦。所以前面一开始如果说整个表现正常的话，哇，现在应该到了20分了。哦，这球没接好，只能够打修正，放慢，还是被救到。好球！再是用力打机会多，这个球没拦死。哇，现在整个气完全是在台湾产险这边啊，反倒屏东台电有点被打闷掉了。
其实问题来了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他们都是拦得到对方的球，那个球点的跟拦点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差在他的手型，因为他力量大，会喷得很厉害，所以他手型的一个掌握要做好。然后那个人往国王气度现在靠位啊，上来，伊迄边迄个无挂嘛，去就到你啊。哦，输球啦，迄个叫就先接啦。我养管说我要靠这个现在好的，这个今天的整个状况就。这个到目前来讲就很难在这个说怎么预测了，因为实在是武当下拉马跨博了哈，就是要看看球员好好的就享受一下，把自己的整个状况不断的提升。刘玉玲再来一个，哇，今天的发球很杀哎，哇，这球哎呀，可惜呀，哇，第一时间其实已经有顶到了，其实陈柏勋这球已经只差没有再勾高一点啊。哎，对哦，小米应该是对台产最熟的哦，因为他是这个体系出来的。对，没错啊，因为他其实小米他走过了好几个地方。哦，真的，他师大也待过哦，中原待过，现在在台电啊，日本回来之后到台电，15比16。哇，林锦龙这个球打的真的是，哇，这个球很够水准，很够水准。赛前他还请这个防护员帮他贴扎了一下，我想应该是防护员应该也是占了很大的功劳，也一定的呀。这个防护员是球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说后勤人员啊。哇，这又没配好。哇，再一分，同样的落点，同样的路线。哎，怎么？这缪长也带球队，怎么会这么神？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只能够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要或不要，要或不要，要或不要，你要不要对，你要不要认真不认真而已。对。18比15。哎呦，其实这个球是蛮有侵略性的，虽然说出去了一点点，不过这个压力是在台电这边的，要接不接啊，就差那么一点点。16比18。带这种球队来讲，带的是一个情绪，对不对？带的是一个共鸣感啊。哎，这球也多了。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这些选手年轻人都是这种有天分的啊，只是说怎么样去激发他们的斗志啊，让他们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潜能给打出来的。如果说你要去看到他们的一个潜能啊，其实要看大专联赛啊。哎呦，这个顺带打一下广告。哎呦，又拦到单扣哎！哇，有庄少杰这个球中间的突破也打得太快了。哎，不过现在敌只要中间没有做掩护，几乎都被拦得死死的。对，所以以目前的不管是任何一个层级的一个比赛里面，中间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要仰赖的说只有3个长攻的在那边做3点的一个攻击。好，非在这个人员名单的这个球员不能够坐在替补席啊！对，因为他不是属于在这一场比赛的相关的人员。是，17比19。哇，怎么打怎么有哎！对，最主要你可以看到台电的一个拦网，他都跟得到，但是在手型上面来讲的话，还是有一些差异。你的手型不对的话，其实这个球就很容易喷了。诗雨想象有一点这种平拉开个人的移位之后，然后打这个平长球啊，打得不错哦。哎呦，这个球太就没有把握度哦，可惜啊，这球差太多了，可惜了。不过施宇翔的球也会乱跑啊，你可以看到他前面一轮的一个发球来讲的话，他的球是走5号位，像这个球是走到1号位那边去哦，而且是侧旋的。哇，3人拦网照 K 哦，对，他球点拉高，真的是照 K 哦，好球哦。
哇，今天的状况很好哎，打点拉得很高哎。啊，刘玉玲，21比18。好球，个人切入啊，也打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化了啊。许文强这球并没有拉出来，是从4号位往3号位切，打类似一个时间差。打的其实这个球就打得很有经验啊，没有跟你硬来，看到那个空档直接转。他看到一个直线的一个空档。对，19比21。哎呦，其实那个球是有点要出去的。哇，林锦龙今天这个点是怎么打怎么有哎。这跟昨天的一个潘若两人，昨天我觉得他没有进入状况，昨天甚至于在整个场上的一个防守里面也是有点偷懒的。弄没的对球的啦。对。22比19。有碰到，对。哇，这许文成就完全真的是打经验球、老人球啊！这个球等到最后往对方的侧边一拨，还是得分。因为确实哈，宇成刚的这个球做的不够长了哈，那也没有办法，而且球点已经很快掉下来了。哇，林锦龙真的是哇，林锦龙真的是怎么打怎么有啊！大家也看到屏东台电那个黄振良因为当兵了，所以礼拜4才回来，那所以说他也1个月没有练球，所以这2天他只能够在旁边看，他不太会射啊。那小平头那一定要的啊，因为当兵嘛啊。哇，现在这重点是你看哦，今天到目前为止的整个扣球，所以说你就说这个球队够高，那点只要拉高啊，哇，那个其实蛮可怕的哦。对。后面要守啊！在末段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整个比分啊，1分5、1分的一个状况。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个规律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台产还是占了优势哦。就要看台电能不能连续拿分啊，才能够有效的去瓦解到台展的一个得分。哇，这样相当这个神奇的一个开局了啊！从大幅落后。到突然间这几个振奋人心的拦网开始逆转，而且维持领先，越打越神。23比2，又有到刘玉玲的发球，哇，这发的真好，发的真好！哇，林锦龙神呐！哇，林锦龙神呐！哇，这几个球，这个真的打得比西冈还要神啊！没有错，在2个位置都一样，詹敏汉跟这个林一辉2个都拦不到他，打得比西田还要神，真的是神啊！哇！哇，刘玉玲直接 S 买单啊！第1局结束25比20，桃园台湾产险拔得头筹。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sBos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来看这个10月27号神奇的这个第一局啊。那桃园台湾产险跟屏东台电，如果你看这个前10分跟后面的15分，那真的是两个世界。那总而言之，桃园台湾产险15个得分，那5个攻击失误；那台电只有9分跟7个攻击失误，篮网4跟5。那失误基本上台电还要比对手少一点点，不过重点是后面那个攻击火力真的是火网。真的已经遍布这个全场哦，真的让台电真的防不胜防，再加上最后来一个发球的 S 啊，干净利落，买单。对，在整个的一个攻击来讲的话呢，最后台产呢从中段开始的时候呢，就看到很明显的就是拉高点，而且它的一个这个效率呢就提升上来哦，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关键了哦。好，这第一局的状况真的是有点完全不照大家所一开始看到的情况往下演。来看看第二局的情况。王宇辰的发球，哇！这一下来接球之后切进去，从中路往左边撇掉。这看起来就一切都在盘算的计划当中，轻轻松松啊。这球顶回来，还有，再来！哇，这个球哇，林谦突扯，这个球给太过头了啦！哇，林谦那个空间感，这个球如果再高一点还 OK， 对，再高一点，over 掉了。到目前第一局，林锦荣拿了9分啊，刘玉玲拿了6分，这是2个攻击的主力。屏东台电这边啊，林奕辉5分，那许文成4分，其他都是2分以下。哇，刘玉玲今天状况真是好啊！希望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然后这种的一个好的一个这个状况。
哎呦，刘玉玲第2个 S 啊！又是走直线，第1局买单最后的第25分，跟第2局一上来的第1轮的发球，哇，连续2波都是 S 啊！哇，林锦龙单扣啊！而且这个球真的把张祥林抓得死死的。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屏东台电要6上6下才可以。哇，又被挡回来，再一个，再被挡回来。哇，这一球拦网出界。不过你看看这个李启荣，他的手是变成是有点缩起来的这个的模式来拦网啊。对。啊，如果说做完整的一个伸展来讲，这个球应该还是拦得下来。余慧的发球，真的啊，施宇翔是怎么打？他的方式就是塔吉奥，他没那么高，182、183，可他的塔吉奥也打得很扎实啊。是，这没有关系，我觉得只要能够得分就好，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球路啊。5比2。出界，个人有一点那种迂回的一个 Z 的一个切往外拉，2号位的一个大对角，可惜了。哇，真的把台电给打闷掉了，把台电完全给打闷掉了。你很少看到台电攻的这么无助的感觉。你做了一个个人的一个时间差的一个动作，但是你稳定度不好。张阳成的发球可惜，想要发短啊。3比6。哇，林锦龙，哇，今天神了，今天神了，真的很神哦，真的很神哦。哇，还是一样，接着还是时间差的一个搭配，后排还是有点短了啊，又被扣死。哇，这整个气势，8比3，屏东台电喊暂停啊！你用小敏来当诱饵，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太了解小敏的打法，对你用小敏去牵制。然后会叫其他人上来，是吧？下面你就一样啊，球给你就尽量去打，就点打高就好。教完看，教完看。好，现在的整个状况真的是看看屏东台电要怎么去破解目前的一个情况，这有一点完全跟不上对方节奏的感觉啊。是，林锦龙发球8比3。还有，修正过来，开网，啊，压回来。哇，刘玉玲的今天的打球的
效率相当的高，出手其实动作是蛮简单的了啊。薛翔这球过头了。施玉翔他的一个这个跳发的一个状况，其实他的一个打点并不没有拉高啊，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他的球容易出界。现在把小臂换上来发球，5比9。哎，风明信突然又想了一下，怎么了？有人按到吗？好像没有看到按到啊，是怎么了？好，没事没事，虚惊一场。对，归了一下。放软。哇，这球还是推出界。哇，这不顺的时候就很多小地方就不顺哦。不过宇辰今天的一个举球的一个动态啊，是完全被掌握住了啊。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一个这个举球的一个形态里面呢，没有办法完全去把这个台产的一个这个拦网人员呢，有效的帮他欺骗住。又接发球啊！哇，又是直接发球得分。哇，台电真的有点乱掉了。6比11，陈玉仁有平行的逼快，不过如果回过头来仔细再去看一下台电队啊，我倒是觉得说他们的接发球还是有问题，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呢，在台电的接发球。仔细评估一下，还找不到一个是真正的一个比较有稳定性的。因为例如去针对到这个对方的发球失去了它的力量跟破坏性的时候呢，反而是会造成台电队的一个接发球上面的问题。哇，这球给的太短了，太低了，对，太低了。对，这球真的太短太低了哦。这林谦要稍微稳一点，那有的时候突然间1、2个都会把我们自己给吓坏了，哪呢？这个我跟你讲，这个的状况里面要特别的注意，对，要不然的话一下子又被逆转了。对，你有4分的领先了，就好好的稳定一下。哎呦，小心！有哦，救回来了，好球！触网，台电触网，张茂聪的触网呀。哇，小心！哇，真的哇！挑战系统应该挂了2只吧？哇，真的是，哇，这个徐哥在淌血啊！真的，来看到2只宝贝啊！
这个没包死。我们只能在精神上这个给他安慰，也没有办法表达更多什么。我下次我是建议这种的鹰眼系统不要放在地上，就把它悬空起来了，悬吊起来啊，真的是9比13。啊，丢出位，对，打到了手指头。所以还是要稳一下。你看这个台产的一个状况，从5分到4分，现在变成3分的领先了。那当然，台电队它是1分1分的蚕食了。10比13。还是一样哦，今天他的这种台击效就真的怎么打怎么有哦。对，因为基本上他有他的力量。那力量来讲的话，对方篮网的手型没有做好，他一定是喷的。还是维持着3到4分的领先，14比10。换上曾茂聪之后，这种节奏稍微拉高一点、慢一点，角度打得更大啊，那效果还不错。哎呀，想太多了，这就想太多。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现在桃园产险的状况不错，可是自己要避免这种不必要的失误啊。因为呢，这个应该回过头来看哦，在这个施宇翔他个子矮，他都是打手出界的，结果发现到说，哎，上面怎么没有手可以打，没有手可以打就打出界。玉林补过去那边手斜的。好，3个在那边手冒冲起来打直的，斜的很少，啊，直的很少，但是你要站满直线，它直线转很直。好，先接，再来，可以啊。好，缓一下哦。等一下，现在后面是有点多，再调整一下。慢一下，来，再来哦，抓回来一下。1有3，哎。这有的时候就是在顺的时候，这完全是那种俩没掉啊。慢慢的对手接上来的时候，你自己的压力存在的同时，能够维持稳定度才是真功夫了啊。12比14。曾茂聪的这个发球直接霸包一个，差1分而已哦。这调整了一下这个人员的一个这个在场上其实也不错啦。可以看到调整上来的这个选手里面呢，整个的一个这个整个的动作跟他的一个这个稳定度呢也稍微比较好一点。13比14。跳发这球出界了。比赛就这样，你不可能一场球都维持在那个最亢奋的时候，就是所以说还是要回过头来看，就是心脏这个跳动慢慢回到比较正常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稳定度的一个比较啊。所以举球员他就很重要了，你要怎么样去调节、调整，让其他的选手都能够我们说平衡的、平均的拿到分数。哇，这个大斜线的砍劈，这曾祥铭打得相当的斜，那当然高度啊也有出来。现在还在调这个鹰眼系统，真的是这个有的时候要校正一下哦。撇到首尾。进来是慢了这个球给的位置跟曾茂聪进来的 timing 不对。
还是2分差，16比14。完全没人顾。陈宇仁逮到机会，真的，他本来就是既是一个左撇子，他自己这种2段攻击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节奏啊。15比16。还是一样啊。刘玉玲的效率相当的高啊，4号位的效率相当的高。他这个切进去的角度看起来斜线，其实也有转直线的空间的啊。只要点够高了，我觉得说是举球给他的点够高的时候，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嗯，要直要斜的一个部分，可以来做调整。17比15。好，现在把这个空间的距离差拉出来，曾茂松这个点现在反倒让桃园台湾产险在拦网上就没有那么好抓了啊。稍微早了，不过没问题，最高点居高临下。还是2分差0签。这个真的是这种出手，真的球不能在手上停太久了啊。这个就由裁判主观意识来判断。对。哇，还是一样。刘玉玲不管绕到2号位、4号位后面的老三，这3个点其实都很有威胁性。这一次没有了啊。18比19。哇，林锦荣的状况跟第1局一样的火烫哎啊！对呀、反倒是可以看到这个曾茂聪在不是曾茂聪，曾祥明在那个地方拦网上面来讲的话，并没有对那个球哦，所以可以让林子荣他的这个予取予求。杨一平这时候换上来发球。有吗？有吗？有吗？有！有。哇，是的，哇，曾茂松这几个大斜线打得真准啊！不过讲在今天呢，当然攻击有表现，这个防守相对之下，也打得比较积极啊。对桃园台湾产险而言啊，对啊，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在前一轮的一个暂停哦，在整个郑周毅教练他就已经提醒了，就是整个以守斜为主啊，就是把人员布在那个地方，只要留一个直线来就好了。哇，还是往对方的场区拨，有林锦荣再1分。好，这个球现在在屏东台电的部分要来看一下整个挑战系统。哇，这现在有点没有想到啊！那你看了像第2局的情况，桃园台产尽管最多领先到5分，现在被追进到2分，可是他那个稳定度还在，所以也没有给
太多屏东台电可乘之机啊，来再逼近啊。那当然，我回过头来就是说，你在这个越到末段的时候，你越要去做一个谨慎啊，因为每一分每一个出手都是关键到1分的，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整个的判决。没有错，在线上啊，压线啊，对。 21比19。哇，这球正面好，哇，没办法，陈宇仁刚好这种攻击性的2传，直接爬耶逼了。20比21，短球，哎呀，打了一个全垒打，挑战，看有没有 touch 到，感觉上这个球，当然最后看的啊，感觉上这出手他是有点急的打平出去了，没有包到球，球直接就是平的往外飞啊！现在还有1分差，是到底变作平手还是2分差？就看这个挑战的结果哦，看这个挑战的结果。哇，到目前为止，这个第2局的状况相当的激烈，而且一直在前面领先的都是桃园台湾产险啊。那到了最后这几分了哦，有敲到，有敲到了。刚刚其实看那个嘴型，那个锦龙有问一下甘茂宏应该是有个轻轻的回答有了，对，真的有碰到。平手咯，21比21。还有。啊！这个球被拦下来，关键1分，现在屏东台电后来居上，22比21。好，现在桃园台湾产险喊暂停。刚那个球如果再做高一点，是不是好一点哦？不，基本上他已经是3个人来拦，你可以看到说整个你是修正球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台电队还是很扎实的做3人组合拦网。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可以看到，在举球的调度上面来讲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其实像刚刚那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我认为说不需要拉得那么长，你就把球举在这个后排的地方。让这个玉林他们来做后排的攻击就好，你没有必要拉得那么长，因为拉得那么长，它是3人的组合拦网，你也给对手更多的时间把那3个人的排面给做好。对你拉近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时间缩短，他起码他有可能他中间一个上来拦，或者是2个最多。短球还是走短。有林锦龙，哇，今天还是那种关键时刻，林锦龙跟刘玉玲2个人都买保险啊，都是今天有本来讲。今天的额度都买得蛮高的哦。那当然看到这嘴巴的关键了，真是每一球都是一个关键分。呀，22比22。再看施宇翔的发球，这次跳飘的。爸爸，这一分跳飘反倒是，哇，这个队形上的一个点的一个变化，这一分让桃园台湾产险拿到，现在屏东台电喊暂停，22比23。突然之间的一个改变发球的模式，反而让嘉轩呢在整个接发球突然之间没有控制得很好了，变成一个霸包。先把握一下，好，接发球先把握一下。好，来走。好，现在整个第2局的状况啊，两边还是在这种
关键分的一个掌握度方面啊，现在只差1分，不过已经到了23比22了。那谁能够先抢下25分呢？施宇翔要继续发。哇，又没接好。 哎呦，漏掉！哇，这个球没有 cover 起来，就真的有点打屁股了，不应该了。因为这个球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性。对，移位应该来得及的。曾茂东这个球基本上他只是用手腕来做这个推扣的一个动作而已，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威力。哇，这个攻守转换的机会没掌握到，23比23，现在轮到小 B 的发球，第2局。 哦，廖玉玲，一粒1分呐！哇，今天林锦龙15分，刘玉玲14分啊，2个得分王啊！2个今天的一个得分王，24比23。 还是没接好，还是没接好。还有第2波，还有，哇！这个转身回来的时候呢，也急了一点，因为球速真的是太快了。 24比24，陈玉仁。哇，林锦龙今天真的是什么方法都有。顺的时候，你看他怎么打怎么有，连吊球都有。25比24，领先8球。这个犹豫说我要站哪边来发。飘过头，所以我在说，我心里就在想说，他犹豫说我要站哪一个位置来发，跪掉干机啦。对，你在犹豫的过程里面，结果就造成了自己在发球上面的失误了。好，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啊，当然也是让这个自己喘一下了啊，喘口气了啊。那这个第2局的情况真的是很难想象啊，到目前为止还在最后的关头。不过刚刚这个发球的出界，现在25比25啊。 许文成的发球，就干扰一下吧。哎呀，这个球没有补上来呀！哇，这又是一个不应该的失误啊！许文成这个球力量真的就放轻的发了啊，因为他也知道说刚刚的一个这个挑战了以后干扰他的一个节奏，所以他第1球还是先求稳就好。不过他第2球的时候比较会也是用他还是用出一个这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这个发球。好，刘玉玲这分仍旧是拿到。26比26，轮到了刘玉玲的发球，看看他是不是要再拼一个。 斜的，哎呦！曾茂聪这球形成了台阶啊。第2局的时候，曾茂聪上来救援了，表现的还不错。还蛮敢打的了啊。
27比26，林奕辉的发球。哇，林锦龙真的是，谁来都一样哦。我今天很顺啊，活烫了。 27比27。有，曾茂聪真的是在这种，真的是来救场的哦。这从第2局他上来之后的一个得分效率真的是有够高的哦。不过他尾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整个攻击的路线，他自己也稍微调整了一下，直线都一直斜线，不过可以看到这2颗球都是以直线为主。上来之后也拿了7分了哦。 28比27。哇！终于啊！看到施宇翔今天那个攻击比较像样的一球。前排撞过来并位来不及了，所以说空档还蛮大的。28比28。 哎呦，这球拦网出界，拦网出界，所以大致上都能够抓得到了啊。不过这个要把球给包死也不是那么容易哦。短球，拦不住，守不住。哇，真的林锦龙今天真的是完全是，到目前应该18分了，太杀了，太杀了。哎呀，哇，还是过头，还是过头。我看到这个夏主任他发球的时候呢，稍微调整一下。30比29。有点乱。终于啊，这个球在后排的突破，曾祥明立功。第2局结束，哎，要来挑战，要来挑战，挑战什么呢？后排踩线吗？对。后排踩线要来挑战，还是越中线？越中线的，不过这个时候挑战的还不够明确啊，到底是要挑战什么？要想清楚，要想清楚。有的时候对，按照规则来讲的话呢，你这个不明确的是可以拒绝掉了啊，因为你到底要越中线呢，还是后排攻击踩线呢？好，现在尽管看起来这一分啊，屏东台电当然攻击上没问题，只是说最后的那个重心啊，到底打个打给？哇，这个第2局打得真是精彩，两边的分数一直都是咬得很紧很紧啊。到底这一场比赛这第2局的结果会是直接结束，还是又把分数给追平呢？来了！哎，看，重点是没有看清楚到底是。好，在整个画面上来看的话，基本上还是让这个1、2裁再跟球队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好，第2局
屏东台电31-29扳回局数1-1。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好，你真的看这个第2局的情况，其实前面这些都已经不重要，重点是最后的失误这一块。你看到后面的那几个拉锯的过程当中，当然台产的失误还是比较多了，发球的失误跟那个接发球的失误啊。对，你可以看到这攻击效率多了人家10%，最后是输球的。就是刚刚像志平兄提到的，你看那个15送给他11分了，是25分的一个比赛里面，当然他打到31分了，你送了一个这11分给对方哦，当然你很难赢啊。所以基本上你攻击效率多10%，但是送分送11啊，所以说这个。对，而且那个最后面那个整个接球跟发球的那个失误，就真的有点太伤了。对。好，第2局打了一个31比29，现在局数1比1，现在进入到第3局，林谦先发球。还有哦，这球守得漂亮，换个角度也被顶起来，可以打。哇，这分漂亮！哇，这2分啊，桃园台湾产险救得漂亮啊！哇，今天真的打起来那个积极度真的不一样啊。对。哎哇，失误，发球啊，发球失误也是失误啊，当然。1比1。还有，哇，大家都不是打得很顺，哎呀，失误。现在你看哦，这个桃园台湾产险丢了2分，都是失误丢的啊，一个是发球的失误，一个是攻击碰到标志杆，2比1。发球这球也是偏差，也是失误。哇，也打过头了，许文成切进来的打一个时间差，这球也是过头。3比2。在为了加压哦，这个整个的一个角度没有调好。不过可以很明显的，在第3局的时候，是不是体能也出现了一些下滑的现象？有的时候要调整一下。好闪！差距有点大啊，差距有点大。接球也是讲在也是个失误啊，也是个失误。要维持那个高度的那个专注力啊，那再加上慢慢这个体能上的一些的感觉了啊。5比3。哇，这要爆头，爆头！你手开掉了的，当然就爆头了。哇，这个手完全没有病啊，完全没有病。你是开的啊。
这个人家俗称叫3点拦网啊，真的。挤到，还是秋点送的低了一点。哇，一样啊，开明有点又进去了，开明又早了。对，而且早跳了，真的。其实他今天的一个攻击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理想啊，那他的一个起跳的时间又太早了啊，因为感觉让自己有那个好像有那个滞空的一个时间，但是其实没有，跳起来要掉下来才出手。6比3。这反倒真的是从第2局换上来的曾茂聪，现在打得最稳啊。对。4比6。有，这给的球还是要高一点啊！前面几个球领先，只要给的不够高，都让他的中间攻击手没什么发挥的空间啊。你高度不够，他就很难出。还有，好，这个穿得过去。2个人的中间呢。6比7。翻过来，还是低了，给的低了，这球还是配球的问题啊，低了。好，中间的突破，甘马红的整个中间的 A 块啊，那这个是他需要。许文成还是一样啊，这个时候又是打大了啊。像许文成跟詹敏汉，我觉得说他们在这个台电队来讲的话呢，当然他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肌肉是练得蛮壮硕的哈，力量是蛮大的。但是就是说，在整个力量球速有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应该这个稳定度也要再稍微加强一下。甘马红的发球，这球可惜了。第3局上来，双方现在比较拉锯了啊。点到球真的高一点，林锦龙今天的发挥真的让对方其实不太容易抓得到。对，像今天他们林锦龙跟这一个刘玉里的一个状况非常好啊，你就干脆把他球举高，让他们自己去发挥。偶尔搭配一些，比如说机会球来的一些速度球，扰乱一下就可以了。林锦龙已经20分了。哎呦，好，这球有救起来，修正过来。再来，还有漂亮，可以打。哎，怎么了？这要挑战吗？这有争议就赶快挑战吧。挑战。
不过这都慢了哈，因为其实在比赛的过程里面呢，你要么就干脆就是干净利落，就直接我挑战了，而不是在争议的一个过程里面呢，然后我最后决定来挑战了，这会影响到比赛的进行的流畅。可是我刚刚还是没看懂，是越中线吗？对，它是越中线。对，复审是判定是台产是就是越中线。越中线。OK。好，现在挑战的是逐步犯规啊，到底有没有越中线哦？因为确实刚刚是在一团混乱当中嘛。金华的队员已经来到现场，他们今天是打第3场哦，台电的后援会。有啦，整个脚都已经跨过去了。对，没错。还有，再来！哇，今天的防守真的是怎么碰怎么有嘞啊！哇，今天就感觉上球都会找人呐、就是基本上你就是反应专注力够啊。今天感觉上球都自己养的。哇，林和又是这空中抓飞鸟，第一时间这个球直接压掉。还有。后面其实前面已经把这个球的劲道已经稍微做了一点这个缓和了，可惜后面的补位还是一样啊，那个整个中路那边没有人卡吧。好，这分让屏东台电赶上11比11。一支，哎呦，打得准，守得更好。好，撇掉，斜线不行，直接撇直线。这几个球打得很技巧，相当的动脑筋哦。角度打得特别的一个大哈，那当然就避开了拦网的一个手。所以对施宇翔来讲的话呢，他真的是负担很大哦，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几乎给他的球都是3支在拦网哦，真的。不过还好今天真的没有在怕的哦，他敢打啊，对，所以这球喷的，整个喷到天花板上面去。林锦龙发球13比12。哎，好球啊！这样曾茂忠这个球真的在空中稍微停留了一下好，现在再把黄宇辰给换上来举球。
13比13。再来，上来争球，结果输给了这个小毕。小毕比较壮。林谦相较之下就单薄了些。对压了啊，其实上来的不能够对压，上来的就是往两边来劈。对，14比13。小毕老爸是这个摔跤跟那个脚力的，对，开什么玩笑？哎，真的还是啊，刘玉玲的整个攻击效率还是高。有。哇，这球真的就有点慢了，整个伎俩都被看到了。真的，你想干嘛的，完全被你这些小学弟全部都了然于心啊！手全部收回来，15比14。哦，好，直接。再来，还有，打不出，这分漂亮，修正的长攻，刘玉玲没有硬吹啊，拉高打点还是穿得过去，再一分，16比14。哇，今天这个防守真的很到位啊，真的相当的到位。屏东台电很暂停，差2分，14比16。奥赛要注意一下。来。好，今天到目前为止，桃园台湾产险真的是给了这个屏东台电绝对的威胁。那目前在第3局又是有一点后来居上的感觉，领先2分。哎呦，这个直线转得漂亮，死角。这球给的还是有点短啊，这球有点没有办法。哇，今天你只要给林锦荣，就还真的要高一点啊。对，你给他高度，让他自己去抓。球迷在讲曾祥明到底是学长还是学，可能有些对他来讲是学长，有些是学弟的。不过不管了，反正就是大家都所以都很熟悉。应该这么讲，曾祥明就是没大没小就对了。真的。17比15。还有吗？哦，哎，哇，这个球其实救得很漂亮哎，这球要不要球触地板？这个球有顶起来哦，裁判认定是先已经触地了。哇，这个球其实是救得很漂亮哎，相当漂亮。这个球是可以挑战看看的。对，哇，这个球，哇，今天真的整个那种
全部那种集中精神啊，那种很专注在比赛上的那个感觉是有的。对。今天算起来是大家地板都擦得很用力的啊。哇，这是蛮关键的啊！现在这个整个分数啊，有点被关键分到底是被追上呢，还是要 replay 啊？我们来看一下，那刚刚这个球第一时间啊，大家的重心都放得够低啊，所以这个球确实是有扑出去哦。球迷也慢慢习惯了啊，对，习惯打个招呼啊，对啊。我觉得就是其实也要就放开来了，球迷跟这个选手一样啊，到了这个场地来了以后就是放落地了，对，落地啊，还是判定出地，没错。现在要看的是施宇翔的那个 play， 刚刚那个 play 应该不对。对，不对个 play， 不对个 play， 应该是要看施宇翔的。大概把就弄来就来了，真的是。这也考验了挑战裁判了，真的。不过这几个动作都是在连续当中了连续当中。我讲出来就是球员这个态度上的一个拼劲啊，其实是值得嘉许的。那当然还是要先看到底是有没有真的是符合这种真正在整个这个规则上的一个认定了啊。不过这是有趣的了哈，因为这个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关键应该还是会是原判的哈。为什么？因为这个的顺序的问题，永远都瞬间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因为他这个球很明显的，你不管说是不是施宇翔那个球，或者是刚刚看到画面的那个球，他是已经着地了。那落地了以后，因为我们刚刚看的是一瞬间的这个动作，因为应该是。第一个动作，你第一个动作裁判已经吹哨了，它是一个死球了。你再看第二个动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了对，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应该是说你第一个球，裁判他主审我抓的是第一个，前面那个是死球的，你施宇翔是第二个这个球。所以我抓的是第一个死球，我判定的是第一个死球，你跟我挑战是第二个的一个成功球，所以这个是会有一点问题。所以有的这种还是考验着裁判的一个状况，因为基本上像这个球，我是主审，我抓的是前面这个已经是死球的，那你跟我挑战是第二个球，那我判决是前面那个的部分。好，这分还是让屏东台电给拿下啊！大斜线，哇，林锦龙这个大斜线真的是没办法守，那个角度太刁钻了哦。哇，今天的手真的伸得有直了啊！对。还是差2分，18比16。北湖啊，金价北湖哇，这个球配的没有配上啊，没有配上，差3分。这样再把陈玉仁给换上来。没打死，还有。
哇，又被拦下来。今天普遍来讲，其实屏东台电的那个前后的一个时间差，那个球给的都还是稍微低一点哦。20-16，当然你给的太低了，冲击手他没有路线可以选择，就上来直接就要做出手了。现在屏东台电喊暂停，从原本的1分2分差，目前差到了4分。调配一下，中间也可以切，不要太球太固定了，会被抓的。加油加油！啊！来加油加油！来最后来最后来！好的，这个第3局的情况，其实这3局的整个气其实很不容易，是桃园台湾产险都维持住啊，都没有往下掉啊，没有什么落差。好，机会又来了，机会又来了！哇，这分顶起来还有。哇！现在台电又触网，太想要抓林景龙了。好，现在屏东台电要再换人，要把谁？把郑伟志给换上来，把曾祥明给换下去。21-16，差距到达5分，林谦发球。还是没打死，被救起来。哎呦，这是一个霸包球，第一时间没有来处理啊。哇，不过今天这群大专生这个救球救的超积极的，对，蛮不错的，今天的整个战力很好，对，那感觉是对的啊。17-21。落地了，再1分，22-17。哇！又是被拦死呀！再1分呐，23-17。哇，最后的那个手往右，完全抓到了许文成。也没打死，再来。哇，今天是完全抓不到，完全抓不到啊！真的是，进攻上有林景龙，有第二，这可以看得出来，不仅是攻击上的一个强度啊，拦网各方面来，刘玉玲跟林景龙再加上拦网，哇，还有发球。哇，这个也被抓到！哇，又被拦死啊！第3局结束，哇，桃园台湾产险25-17，再下一城，局数2-1。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vice,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好的，在这场10月27号的这个比赛，桃园台湾产险跟屏东台电啊，这个3局打完啊，还差一点点让桃园台湾产险直接3比0的啊。是。那第2局打成了3-1-2-9，让屏东台电赶回1局。不过第3局的后半段，哇，这个桃园台产真的太可怕了。 整场比赛的攻击一直都压着屏东台电，那篮网今天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要比对手来的更强势哦。那当然这一局的整个这个失误有控制住哦，那也让他能够25比，尤其后面那一段真的是打到让屏东台电真的是毫无还手之力。没错，其实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前面的3局的一个状况之下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台产的攻击力都是高过于这个台电队哈。那当然，在失误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第2局的一个部分确实失误的送了11分嘛。不过其实这一局的一个状况，你看可以大幅的减少，只送了5分而已。那当然这是赢球最大的关键呀。好，第4局。 没办法攻了，哇！林锦龙突然间这种炮弹从各个角度过来，防不胜防啊！林锦龙目前已经拿了25分，他的攻击成功率超过70%，光是攻击拿了22分，到目前为止，所以总得分25。 所以看到现在台电队又回复到第1局的先发的一个阵容了。不过我觉得说他们在整个的先发阵容上面来讲的话呢，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一个接发球。 哇，这球移位过来，其实一样，球又已经往下掉了。而且詹米汉刚刚那个点，其实讲实在，等他到那个位，已经没有角度了，没角度了。2比0。所以今天的台产里面，其实真的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发球里面确实哈，都是针对的这个主攻手来去做这样子一个发球。 哇！防守、攻守转换一气呵成，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今天真的救球救得这么漂亮哇！这几球救的都没话讲。而且讲实在话，这个在整个变作是张安成辅举啊，举的也是相当的稳。这个很关键的。我们说这个打这个快攻手来讲的话，其实他有很多的机会，他都可以来担任举球员哦。因为有一些瞬间，比如说举球员他接了球上来的一个状况之下，一般都会接给自己的球员，但是有的时候控制不好的时候，就是要由中间手来去做这个修正球哦。还是没打稳，时间的不对。 哇！又是节奏没配上，又被拦死，又被拦死4分。反过来，在第1局的一个状况4比0啊。第1局的开局的时候呢，是台产被4比0啊。过头了，过头了。 1比4。哇，这有林锦龙还有刘玉玲2个双保险嘛，2个人的得分都上双啊。是。林锦龙目前26分，那刘玉玲目前22分。 那屏东台电最好的是曾茂聪的11分跟曾祥明的11分，其他都是个位数。还是给的短的，还是短的。倒是觉得说真的可以让他的攻击者稍微休息一下。好，现在要把许文成换下去。对，你让他休息一下，因为我觉得他整个打的一个状况里面，他今天好像是接不上气来的一个状况啊，整个出手啦各方面的一个角度都没办法拿捏得好。6比1。有点惊险，这球拦网出界啊！其实
是很少看到地板要擦得这么勤的，因为真的是不断的有一些这种高张力的一个过程当中大家扑啦、救啦2比6。哎，这就被拦到，陈茂聪抓得稳稳的，没有人看吧？转直线，好球，好球。有调开了啦所以说这边只剩下单 call 而已对，1对1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攻击组是比较有利了那前几局都是2个3个来拦他真的会很辛苦。哇，这个还是救起来，所以谁来，还是有点迟疑了。再来，鳌赛，要挑战吗？我觉得他整个都出手了。其实这小米比较有些习惯，他出手都放一边没有拉到那个最高点。对，他的动作很大，然后呢，他想要强击的一个状况有的时候这种击球点的那种时间点的一个抓的，并没有就来不及了。对，就像志平兄提到，他没有抓到最高点，都想要用力来猫这个球。这球挑战有没有拦网触球？不，还是这样，就是他的这种身材，那个一些动作，如果再稍微修正一下，他的那个破坏力会更大了而他会打得更轻松了。重点是好，这个今天西米跟这艾妮2个人就是啦啦队了他们刚刚在得分的时候，他拦网还有2个人会有一段这种2个人之间的一个类似一个庆祝的动作。那打电话已经算是这基本款基本上球迷真的来了不少那当然，男生女生感觉上是都有好，这个挑战还是要来确认一下，到底有没有拦网出球有没有拦网出球？对，其实维尼是一个示范动作，就镜头来的时候该怎么对应。有吗？有没有碰到？看一下。应该是有有碰到。4比7。哇，林子龙今天真的是，他真的今天打法真的是打欧洲联赛就对了。不过我仔细在看台电队的拦网好像手都没有侵略过来，所以他的角度可以打那么大。我说，这个怎么有办法打那角度打那么大呢？那也就是你拦网的一个手并没有侵略性8比4。还有。
这个自己的一个移动是inside out的一个状况之下，结果你这个球应该是要打回来，再反打回来，结果打得顺手，刚好是前面有人在这个对着你的一个拦网。5比8。欠技赶快，应该打得很轻松啊，真的放松上来，然后拉到高点来打。像这种后排的空间啊，你只要高度够啊，你就算2个人拦网，它还是有很大的角度可以去做改变。对，因为你上来的时候，你可以有充分的选择嘛。你的路线呢，因为你轻松的状况，你可以观察到对方拦网的手。小杰的触网吗？对，台电的状况也真的稍微多一点哦。所以反倒他们这一阵子的失误多啊，所以反倒这个分数有点追不上。哎呦，还有，补位补得好。哇，有啦，这一次又是单扣啊！哇，现在好像得分模式，今天对桃园台战讲，这种是太容易了，进攻、防守、补位、拦网，这都是分内事啊，轻轻松松啊。整个的一个比赛的过程里面，我就是说比较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我们一正常的攻击得分就算了，你拦网得分还能今天拿了那么多分呢、真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共拿而且下多少分。面对的是台电呢。对，奥赛，真小李。又提出挑战了。好，看看这个球的一个落点啊，到底有没有压到线啊？有没有压到线？这分数的差距其实已经有点慢慢的拉大啊，慢慢拉大。来看一下落点有没有机会的？没有，界外啊，界外。这球还在飞行，你已经判定没有了。真的。不过刚好，其实我们坐的位置呢，刚好就几乎就在这个底线这条线上，是看得很清楚，看得蛮清楚的。好，要挑，这球打在脚上，这球打在脚上，林谦。今天我就说球真的都会去找人的啊，所以说今天的台闪怎么样都可以守得到。好，这球到底是压地板弹起来呢，还是直接打脚上弹起来？啊，这有些时候真的是哦，这个一年中间都总是有一两场是安尼啦。对啊。哎呦，这个妹妹还弟弟啊，不知道有没有吵到他睡觉。
配合这个。好，到底有没有呢？到底有没有直接打到脚上啊？哇，今天其实鹰也很忙，而且一堆那种触地的那种判定啊，其实都要看得格外的仔细啊。打电话还是要挂电话？来印证一下。哎，真的打到鞋子上弹起来，对，打在鞋子上弹起来。哇，这场真的是这个神了哦！这场真的是这个桃园台产的代表作，怎么打怎么有。12比7。哇，这就靠半了吧，好球，力量放掉啊。8比12。哇，这个发球，郑伟志也没有掌握到。哇，大包啊！今天发球最有威力的，哇，刘玉玲，今天真的是攻守俱佳啊！刘玉玲目前拿了25分，其中包含2个发球得分呢，哦，应该是3个发球直接得分了。屏东台电海暂停，目前是8比14。还有我跟放弃啊！放弃不要放弃啊！再加油加油！哎呀，来，拼一下，拼一下！小玉走。好，陈克洲教练今天在场边应该看得还蛮开心的哦。哇，真的是 home course 台中人呐！真的啊，台中人，哇，真太杀了！他的 S 应该也来到3颗了哈，对对，这种发球直接都是那个的位置。对对对，直线。不算那刚刚霸包的，直接 S 3颗了，哇！9比15。真的是，哇，洪锦荣真的是，哇，今天他的得分效率真的是比 Brian 还要高啊！他到目前真的是不夸张啊，28分，33次的扣杀拿到24分，扣杀成功率目前是7%2。他今天的一个得分绝对有机会破30以上，真的。16比9。好，传过去，3人拦网，还是突破，曾祥明。
过来补了啊！台湾传贤也立马喊个暂停啊，稍微缓一下啊，缓一下。其实年轻的球队就怕就是那种开始乱了啊，那而且又急了。双方目前5分差16。对，那个球不够的时候，你要跳到球的满点的时候再去打他击奥，就比较容易得手。你在那边打，跟球在这边打，他击奥就不一样。好，再来一个。好，把弧线设定哦。好，哎，对，再来，没事，再来。 11比16，5分差。哇，碎！哦，这个球漂亮，直接发球得分，曾茂聪。12比16。 大哥哥们都想要跟擦地板的这个同学说布给我，我来擦。擦地板同学还是很认真，自己来处理啊。对，这妹妹超认真的，真的超认真的。还是低了。哦，救得漂亮哦，再来。 哇，流出去了，这个球流出去了，好球！施宇翔直线的空档完全掌握到。17比12。 哎，没有人处理，还好，赶快上来补一个球。好，曾祥明现在一样哦，对台湾传险而言是个关键点哦。对方强势的在追分，从原本的5分领先，目前剩下3分，14比17。贴过来。 哦，短了。好，一样哦，这阵比较凌乱啊，这阵再要喊一个暂停，从原本的5分领先，现在只剩2分。再设定一个。好。那个你在中间嘛？你在旁边，那没办法。先接发球。那个于翔，你退下来接。 你退下来接，因为后面有锦龙嘛。玉林，你不要接，打老2就好。哦，这边设定一个他前排，好 ，OK。有时候你接到往这边走没关系，接到再往这边走，退下来接，好，来，对，2个接可以，哦，专心接就好 ，OK。 17、15哦，2分差。好，现在桃园台展设定一个战术，包含接球都做一个调整，就是要把这一分给拿下来啊，让大家的心情能够笃定一点。因为基本上大概祥明他也采用的是跳飘了，所以他可以用2个人来接发球的是没有问题啊。啊，有甘马宏这个球哦，稍微把力量放掉，刚好进到心脏地带。 不过今天其实对桃园台展，当然一方面是能用的兵多啦，尽管林锦龙跟刘玉玲是重点，可是其他人也都能够适时的扮演角色了。对，最主要是在整个的其他的这些选手呢，他的角色扮演哦都非常的成功哦。往上，哎。
还有。哇呀，这个攻守转换今天真的是啊，每个人啊真的是全员皆兵啊！对，大家都在第一时间保持高度的专注跟警觉了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啊。这个是跟昨天跟今天2场球赛是完全判若两人。我觉得真的是2个队啊，这应该不是同一个。大家问一下那克州教练，起码是一定是9超的50倍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就像刚刚一开始这个青芳提到，就是说这也最有趣的是，我们在给他来写安装，会不会这样？我就问克州不准了，因为现在都是郑教练在带了。16比19，林奕辉。哇！你看那个打点拉多高啊，根本当前面没人就对了。不过我刚有问了那个他们魏教练，我说，哎，今天怎么跟昨天不一样啊？他说昨天很早就睡了，今天早上全部都7点就起床。28分了，2个人都28分，刘玉玲跟林锦龙都各拿28分，哇，2个破30，这也不容易耶。啊，可惜，干冒红。陈玉仁的发球，17比20。哎，也送1分。哦，差一点啊！球迷这个有趣，这个全员甩到6不容易啊！哎，这个倒蛮有意思的，就真的就是都是6啊，怎么办呢？都是豹子，今天全部是豹子。松掉了。哎呦，有人落开了，这个很重要，这个。要特别注意到了末段的时候呢，一分一分追上来。对，所以说其实都一样啊，任何时间点啊，比赛没结束之前，任何的变数都有可能。差2分了，19-21。又一个，哎呦，这个还是没接好啊！哇，现在只差1分了。这个被许文成2个发球扰乱了啊，都发这种短球，反倒有它的效果，大家的移动上都没有跟到啊。20比21。啊！线上地带没人，追上了，21比21。这下麻烦了，整个的出手有点改变了一些整个节奏啊。好，现在平手。再给一个，我也觉得再给他。其实他现在是最稳的，对，而他的心脏也比较大颗。22比21。好，再看他的发球。还有，救回来。刚好，哇，刚好，刘玉玲啊，今天真是 key man 啊！
哇，今天这是 S Biker， 哇，太可怕了。好，现在是屏东台电喊暂停啊，原本的那股气硬是被对手压了回去，2-1-2-3。来，这颗先拿回来，越人一边，现在你在前排吗？你在后排，利用一边切，哦，切然后掉大边。他手背了，然后3级那边，B2，你接啊，金龙在前面，给后面，可以，从那边掉。这一年当中总有1-2天呢，那个感觉上是，就好像有如神助这样哈，全部是通的哦，哇，这是没有极限。好，到目前为止，双方这2分差，那刚刚才升上来的一点点的气，硬是被桃园台湾产险的12号刘玉玲给浇熄，而且是带着冰块来浇的哦。23-21。哎呦，这个还想要直接 S 啊，想要直接 S， 又是抓这条直线。刘玉玲甩到7，没有这个数字。他只是连续甩了5把都是豹子而已，没有甩到7哦。22-23。有，都一样啊！现在只有单边能够单人拦啊，很难抓得死啊！你只要球给的不要是那种让你的主攻手没有转的空间的话，24-22啊！哇，刘玉玲拿了30分了。没打死林锦龙这分，哇，被拦回来，很关键的一球啊，这一分。23-24，哇，轮到了，哦，发球也是下给哦，看看哦，曾茂聪要不要吹？一定要去做一个稍微的加压了哈，你真的不加压的话呢，基本上也是没有办法。有了这个他叫，哇！比赛结束，在前面吃了2场败战的桃园台湾产险，今天3-1击败了屏东台电，也破了屏东台电的不败之身。哇！今天的桃园台湾产险真的是啊！没有话讲，进攻、防守、拦网各个面向都做到足啊！3-1过关，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办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办，那我就办个小恶魔好了。
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赛后的访问我们的郑教练，还有就今天的2大这个门神今天不管是刘玉玲还是林锦荣的表现，30分跟28分。赛前我有跟这个教练聊了一下，就昨天的状况，大家觉得怎么奇怪，完全不在线上。后来搞到半天是我不懂事了，多虑了。今天的展现出来的这个整个情况，看起来昨天有睡得好，而且今天一开始是开局其实是蛮可怕的，可是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马上调整过来？因为我们昨天回去的时候有讨论到，当然第一点我们的接发如果有的话，林谦那边比较有输出，基本上我们攻击手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啊，就是接发一不顺，我们节奏就被抓到，我们两边炮手也是吃紧这样子。其实因为一开始也就包含就是说，今天因为艾尼也因为昨天的膝盖的关系也不能够上，所以看起来前排中不见得有像昨天的高度。可今天的拦网超好，是选手们有特别去你所提醒的东西，他们有做到吗？没错啊，就是专注啊，然后去设定好每一个他们自己在学校练的。那个设定的球点这样子，对，我们发球跟拦网其实有配合，那我们拦网跟防守其实也有配合，所以这2点如果做出来的话，相对的因为我们高度有够高，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得力一点这样子，对。锦荣现在已经是大4了，大4。对啊，今天感觉起来第一个包球包得很准，那个斜线拦网也抓得很准，今天有觉得手感特别好吗？
有啊，我那个老三都可以打到那个角度去，我自己都有点不太相信了。今天感觉起来你的得分效率比 Brian 还要可怕。你今天的整个进攻成功率超过70%，而且今天拦网跟整个攻击都有抓到，是觉得自己在那个高度，而且手有伸得很直，所以应该算是去年到今年打的是最完整的一场比赛。我现在的攻击点就是把它拉到最高，然后全力往球场上打。对。那个大斜线今天都看得很准就对了。对。就是手拉高，然后直接往下打就对了。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嘛，哈。对不对啊？加油加油，高度有来。赛前我还跟刘玉玲稍微聊了一下，我说要凶一点，有吗？今天有凶一点吗？今天有。怎么个凶法？就是每一球打完就自己有呐喊，为队友鼓励，然后也为自己加油。其实有一些时候，那个信心度是不是来自于，就比如说你的发球，你今天的发球相当的杀，光是 S 吃了3个。对。那今天是那个发球的针对性跟那个甩出来，就觉得好像格外有信心，对不对？对啊，今天就是在学校都会练那个直线那个点，然后今天的空间感也抓得很好，所以就想说去尝试一下直线，然后今天效果也还不错。那种承担球队的输赢那种责任的感觉怎么样？压力蛮大的。压力很大。对，西米不在就没有人可以帮我分担，就要自己扛起来。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假设一个状况，西米都不会再上来，就看你了，可不可以？可以啊，还是可以。你要撑住啊！可以，对不对？其实球员就是这样子嘛，你不能永远期待说有谁啊，他回来就好了。No， 锦龙跟刘玉玲就是，如果他不上来，就你啦。没问题啊，没问题。讲的还是有点心虚。不过，来我们再跟教练聊一下，其实有些时候我也跟这个球迷在聊啊，其实青邦教练也提到，有些时候这种落差比较大，你们会怎么样去尽可能去改善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有落差的时候，我们第一点，我们接发球先稳定，对啊，稳定的话我们才有输出嘛。再来就是针对，人家已经在改变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照着人家的节奏这样子去跑？我们可以在逆境中改变一下，我们大家更专注一点。去看的每一颗球，你看像今天其实有些球手到的球质并没有很好，对，但是另外一个补位都可以成功的把它补起来，这样子。好，今天真的是一路压着屏东台电，这是一场相当精彩的代表作啊。那也期待在这场之后啊，这个桃园台湾产险能够越打越好。我们也恭喜3位，跟恭喜桃园台湾产险今天真的在今年开局了哦。好，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主播台上的青芳老师。好，我们恭喜我们桃园台产呢，在今天以3-1击败了屏东台电了。不过今天确实桃园台产跟昨天的一个比赛里面呢是判若两人哦。那当然今天的一个表现让所有的观众呢眼睛为之一亮哦，因为确实今天桃园台产的在整个的一个在进攻防守的相当的一个区块里面呢，他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不过我倒认为说，今天桃园台产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说，他们今天的一个发球确实是有效的压制住这个屏东台电的一个这个接发哈。当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发球的一个这个压制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也造成了屏东台电在整个的进攻上面来讲的话，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桃园台产在整个拦网上面也有他们的一个蛮好的一个效果哈。那当然，就如同郑教练所提到的。所有的选手在场上的一个专注力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对手呢，都应该要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注力的哈，这个才是能够去让你在球场上面表现更好的一个这个机会。从数据上来看的话，你看到今天桃园台产跟屏东台电最大的差别，攻击力。屏东台电拿了46分，台产拿了67分，比对手多21分，这很难想象。那失误还是多了一点，28对18。不过瑕不掩瑜啊，这还是看得出来。刚刚提到专注。其实专注是不是对这种年轻球员真的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课题，对不对？要维持那个高度的专注，而且要高度的更久。应该是了哈，就像说他只要精神好的话，就会专注嘛。所以教练说早点睡，早点起床。对。好，我们今天看了一场相当精彩的4局大战，接下来是主场的连庄要来接受台北康帝的挑战。我们这礼拜要相当谢谢我们的于清芳于秘书长这种百忙当中还是抽空来给我们指导啊。不过当然今年可能秘书长更多的公务，可能来的次数不会很多，可是每次跟青邦秘书长在看球赛都觉得蛮开心的，而且你来球赛就会打得特别的有内容，特别的长。不是，我会挑好球赛。好球赛。好，我们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于清芳于秘书长，也谢谢观众们您的收看。我们下一场精彩的企业排球再见了，拜拜。